就是你只要相信说你自己的皮肤，你给它一些时间，让它喘口气，它会慢慢的修护，然后也相信医师还有相信医护人员他们的专业。因为我之前就是缴过很多冤枉钱啊，也就是缴过很多学费了，但都没有用。那么来这边做治疗之后，其实从用油到开始使用就是一些辅助的产品，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它让我的脸就是又更快速的改善。如果真的它是对我不适合的，我的脸当然会产生更大的排斥。各位大家好，我本身是有免疫系统就是红斑性狼疮的疾病，然后一开始是因为我的脸长满了很多红疹。那回免疫科回诊的时候，就是看其他病患，觉得为什么别人的脸不会这样整张都是红的，可是我会，然后越来越严重。那我就到就是别间的那种大医院的皮肤科去看，那医生看了之后跟我说，我这脸是酒糟皮肤炎。那么因为我有红斑性狼疮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做雷射，不然他是想说可以借由雷射的方式把酒糟治疗好。那变成说，他就告诉我，你只能顶这样子的脸一辈子。可是那时候真的很丑，整张脸都就看不到底下的皮肤的那个肤色了。是，那我们刚开始看到的时候，吴小姐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你可以发现她整个脸上都是丘疹型的状态。红斑性狼疮其实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啊，它大概是这样子的蝴蝶斑状态。因此，当时这样看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的。那在武士灯的照射下哈。很有趣，你可以看到很多白色的点，这个到底是荧光物质还是它的角质堆积，其实不可考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确实出现很多分散性的东西。然后在50倍里面，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哈，大家可以看到50倍里面它的皮肤是完全没有纹路的，然后整个是很浑厚的哦。那就显然它在照顾的时候，不管它是因为擦药或者保养品或 anything， 它已经把皮肤的结构整个破坏掉哈。那真皮的部分你也可以看到，就是看到很多血管有没有一条条的血管。红斑性狼疮本身酒糟本身这两个疾病本身血管都是发炎的，所以你在皮肤镜下，不管是酒糟或红斑性狼疮，特别是酒糟，目前已经很清楚知道它会有断续的血管现象，因此当时我们认为它至少皮肤产生了破坏。我们再重申一遍，我没有办法处理你的红斑性狼疮让它变成痊愈，可是我有机会让你的酒糟的临床症状痊愈。然后当你的酒糟临床症状痊愈的同时，你也可以让你的红斑性狼疮比较不会发作。我当时因为来诊所的时候，我的脸已经很痛又很肿胀，很不舒服了。然后因为我有红斑性狼疮，所以宋医师那时候是建议我先不要使用任何什么东西，就是清水还有橄榄油去涂抹我的脸，然后就是油敷那样子。那么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它开始会排出一些异物，所以我的脸更加的不舒服。其实那时候肿得有点像猪头。那但是我就是在每一次的肿胀过后，然后它排出一些异物之后，其实当那个不舒服的感觉退去，我会很明显的看到我自己的皮肤它是有在进步的。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其实在来这边之前，我已经在外面有花了很多冤枉钱，就是一些就是坊间的一些什么就是做脸的沙龙啊那种就是之类的，然后都没有看到见效，然后越来越严重。那所以说，当在这边我听宋医师那时候讲的方式，这样子用橄榄油，先用白敷的方式，那么还有再加上油敷的方式，用最简单的方式，我那时候脸其实它就已经开始在进步。那因为接近治疗了一段时间，接近到冬天的时候，真的又干又不舒服，我才跟医师讲说，是不是可以让我用一些产品来缓解我的不舒服。那时候医生才建议我使用那个霜，也是用很简单的东西，因为我已经吃很多药物了，医生不建议我就是再用其他的东西。当时的我的状况，那就是因为治疗好之后，其实我自己有就是懒惰了，就是没有再回诊，因为那时候的脸它是已经肉眼上看起来它是很正常的，都没有这样子大概多久？从第一次来到第一次缓解。第一次来到第一次的缓解，其实我很努力的用橄榄油的情况下，大概半年左右，它就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那么因为稳定之后，我就把它就没有再回诊。那我是到2022年就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始脸，这次就是真的是因为酒糟，不是酒糟了，就是红斑性狼疮，因为它是整个在脸颊这两侧，那我又再回诊回来，那么
我就这次告诉我自己，绝对不可以又因为稍微可能快好了，又是有进步了，然后又放弃那样子。那给各位看一下吴小姐当时的所谓的波浪过程哈，这个是她最原始的状态哦。那治疗大概半年后就变成这样子，你可以发现她的改善其实很多。然后过一阵子她再回来之后，其实你仔细看的话，她如果你回到刚刚那张图，她已经比原来好，可是她会再发好。这也是我们在治愈过程中发现的很有趣的现象，它会高低高低高低，可是每次的高会越来越低，每次的低也会越来越低哈。然后在50倍的50灯的情况下哈，你可以看到它原来很奇怪的角质代谢，然后你经过橄榄油，经过什么，它会整个角质代谢更厉害。然后你后来你还记得刚刚那张图它的再发的时候，其实它再发的时候它的角质代谢已经差不多，然后这时候你再逼迫它另外一波角质上来，可是它的情况反而变好。然后我们来看它的50倍的表现哦，50倍的表现就变得很清楚。你可以看到一开始哈，你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它的那个整个皮肤是臀臀的，然后后来慢慢的隐隐约约开始长出一些纹路来，隐隐约约的哈。然后到后来虽然它再发，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黏黏的像组织液的东西，小小的哦。可是它到最后，你看它的整个纹路都慢慢修复，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修复到非常漂亮。可是比起原来完全臀厚的情况已经好很多了。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真皮的现象哈，本来一开始的血管很明显哦，很多条这样。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白白的奇奇怪的东西，然后随着这样，它的血管慢慢代谢掉，好，然后再重新发作的时候，它的血管会再扩散出来，然后慢慢的封掉，可是就没有像原来那么的一条一条很破裂的样子，然后到最后它的血管又慢慢隐散了。这个很有趣，是我们在皮肤镜追踪，不管它叫做酒糟也好，你可能被诊断为酒糟，你被诊断为脂漏性皮肤，你被诊断为那个敏感肌哈，你的肉眼这样看的时候，不管你怎么样，它对你来说就是红红的。可是对我们来说，它的皮肤镜的诊断不太一样。但是不管哪一个，只要你把它皮下的发炎问题解决掉，它的血管慢慢就会恢复正常。我在极致这边的医治，它的医疗团队其实真的很专业。然后我在家中的时候，如果脸有任何的不舒服，其实我都会赖那个就是询问这个护理人员，那他也会很尽快的回复我，让我知道说啊我现在的状况是呈现怎样。那变成说我会觉得说有一个依靠有一个依靠，因为你有人可以询问，然后在这个机戒毒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可是你要相信，因为你自己本身如果是已经有一些疾病的，我们本身的疾病或许它是一种慢性病，不会好。可是我相信脸的皮肤，因为我自己这样一路走来，其实时间会说话，然后不要放弃。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是用橄榄油，那后面是因为不舒服，我跟医生跟诊所要求，就是请求说是不是可以让我配合一些就是东西。那么产品的配合，我就会去用那个润和露以及一些霜。那其实它的东西就是，如果真的它是对我不适合的，我的脸当然会产生更大的排斥。因为我之前就是缴过很多冤枉钱啊，就是缴过很多学费的，但是都没有用。那么来这边做治疗之后，其实从用油到开始使用就是一些辅助的产品，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它让我的脸就是又更快速的改善，然后配合大敷面，其实它的这个速度，那因为我有疾病的关系，所以医生也不敢让我太快速，因为怕我的免疫系统会因为这样子去就是受到影响，所以我要跟大众还有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相信宋医师，相信他的治疗方式。那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一路走来，所有的不舒服，其实你不要过度的担心，因为他们就是当你有问题的时候，真的问医生，医生会很快速的会回复你。其实医师知道疾病，可是医师终究不是病友，所以有些心态上我们需要病友去引导病友，这也是我们拍这一系列影片的主要目的。很多时候你擦了一个东西，它可能不适合你哈，所谓不适合你，它可能塞你的毛孔，它可能让你的皮肤发炎，可是你一定要等到3个月、半年、1年以后，你的整个脸不舒服了，你才知道。但是如果你去显微照相，它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东西不适合你，它还是会不适合你。可是你可能1个礼拜，你立刻就知道说，哎，好奇怪，它的纹路已经塞住了，它的血管已经开始在狰狞了，这样你就可以立刻停掉，然后改换方向。所以对我们来说，肌肤监测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我们可以知道你的治疗方向是否正确。那如果正确，你给的剂量是否正确？因为有时候你治疗方向正确，可是你给的剂量太重，它还是会压制住。
那这个就是我们能够请吴小姐请这些跟我们一起走过幽谷的那个基友们，然后为各位所做的贡献。那我们就非常感谢吴小姐，今天谢谢各位，谢谢。